欧洲央行刚刚宣布加息25个基点，三大政策利率全部上调。我知道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欧洲自己的事儿吗？跟我有什么关系？但这绝不是一条普通的新闻，因为欧洲央行不是个小角色，欧元是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欧洲央行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金融价格制定者。它一加息，动的可不只是欧元区，而是整个全球流动性的定价。所以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判断啊，这次加息不一定代表全球央行要集体重新进入加息周期，但它至少说明大家原来以为的那场顺顺利利的全球降息周期被打断了。那欧洲央行为什么突然加息呢？三件事儿，第一，通胀又起来了。它本来呢是想把通胀稳在2%的，但是现在欧元区的通胀重新回到了3%以上，而最主要的推手又是能源，这等于在提醒所有人，通胀这件事儿没有结束。第二，能源是欧洲的硬约束，欧洲和美国不一样，它能源呢更依赖进口，制造业又很重。能源价格一上去，企业的成本、居民的电费、运输、工业品价格一连串都会被顶起来。所以欧洲央行不敢轻易说通胀过去了，它可没这个底气。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它真正想压的也不是某一个月的数字，而是市场的通胀预期。央行最怕的从来不是这个月的 CPI 高一点低一点，而是怕老百姓、企业、工会都开始相信以后物价会更贵。因为这种预期呢会自我实现，一旦大家都相信东西会涨价，那么工资也会跟着涨，合同也会跟着改，订单会跟着抬价，通胀就从一阵风变成了甩不掉的影子。欧洲央行这一招啊，现在就是要在影子成型之前把它摁住。过去经济一软，放水就能托起来，因为能源、商品、人工、借钱都压得很便宜。现在这几样可都不便宜了。那么欧洲央行一动，为什么全世界都要抬头看了？我们可以把全球金融大致看成是三大板块，就好像三台并联的发动机。第一个就是美元区，核心就是美联储美债、美元结算；第二个就是欧元区，核心是欧洲央行、欧元支付体系、欧债市场；第三台呢就是东亚的人民币区，核心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欧元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第二大支付货币，所以欧洲央行的利率一变，就会顺着这台发动机牵动一长串欧元的汇率、欧债的收益率、美元和欧元的利率、美债的需求、全球资金往哪儿流，甚至黄金和新兴市场。所以不能以为欧洲央行只管欧洲啊，这第二台发动机一换挡，那整条链子都会晃动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欧洲央行加息会不会让美联储也加息？先给结论啊，这会让美联储更难降息，原因有三点。第一呢，美联储看的永远是美国自己的数据，通胀、就业、工资，它不会因为欧洲加了就机械的跟着加息。所以呢，欧洲加了，美联储一定加，这话也不成立。但是第二点，欧洲央行会改写全球的通胀叙事。如果连欧洲都因为能源而被迫重新加息，那么市场就会重新犯嘀咕，是不是说通胀根本没有结束？是不是大家把降息的叙事讲得太早了？而这个怀疑就会传导到美联储身上，因为他自己现在也卡在差不多的处境啊，就业不差，但是通胀可没有回到2%，美债和市场又都盼着它降息。第三点啊，这个欧元加息会联动到美元、欧元和全球的债券收益率。欧元这边利率上去了，那欧元资产会更香，理论上会撑住欧元。那美元要是因此承压，美国的进口和大宗价格有可能会被推高。同时呢，欧债收益率会往上抬，会牵动全球利率的中枢，还会影响到美债收益率、美股的估值，还有黄金的价格。所以，欧洲央行不一定把美联储拉着一起去加息，但是一定会让美联储更难降息。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全球央行集体掉头，重回加息的时代？我得很负责任的说呀，如果这样认为也太满了，这话讲的有点太早，因为各家的处境现在还不一样。你看美国就业强，通胀高，欧洲呢能源冲击更严重，增长更弱，但是中国也是完全不同的周期。日本呢还在处理长期的低通胀和汇率的压力。
大家伙儿啊不可能整整齐齐的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但是这次欧元加息确实标了一个变化，所以呢，全球央行不敢集体降息了。那么落到我们个人投资者身上，这件事儿对于我们的钱意味着什么呢？3个要点，大家记住：第一，不能再压单边降息的叙事了。过去几年啊，很多高估值的资产能够上涨，靠的就是利率以后大概率会降这样的一个假设。但是现在这个假设被打断了，降息也不是不可能，但不一定那么顺。高利率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持续的更久。那么这个时候，对于那些高估值、对利率敏感的资产，比如说成长股、科技股，那波动就会变得更大，它们的叙事逻辑变得更加脆弱了。第二，我们的资产配置组合要同时能扛住3种不同的环境：高利率、高通胀、高波动。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身价全部压在某一个方向上，因为今天咱们已经看到了，光是一个欧洲央行就能把全球要降息这个叙事给掀翻桌。我们压单边叙事，就是把命运交给了某一次会议。第3点，把几样东西重新放回你的资产配置里面，好好看看，它们各自得有各自的岗位。现金和短债是防守，黄金是对冲，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是稳定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黄金，很多人以为只有降息黄金才会涨价，现在不敢碰。但是大家记住，高通胀、高债务、地缘冲突的问题摆在这儿，黄金长期仍然有配置意义。反过来，如果真的要全球利率一起往上抬，实际利率走高，那么黄金短期也会震荡。所以黄金是组合里的对冲工具，不是让我们追涨杀跌的报复手段。至于股票呢，就要看具体的估值，看产业的趋势了，不能再靠单一的降息叙事这一根拐杖了。最后呢，我把今天这件事儿啊总结一下啊，欧洲央行这次加息，值得我们关注的不是那25个基点，而是它戳破了市场关于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设。我们原来以为啊，通胀降了，央行降息，低利率时代会回来。可是现在呢，能源问题、地缘冲突、财政债务、工资和人工的价格都在上涨，他们一遍遍提醒我们，低利率的时代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回来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美联储下次降息还是加息，我们该问自己的是，如果高利率时代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持久，如果通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顽固，如果市场的波动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频繁和持久，我们的资产配置结构准备好了吗？这才是今天这条新闻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看懂世界，放对资产，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